俄羅斯總統普京呢，結束對中國的訪問之後呢，又對外宣布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在11月份的時候呢，他也將會親自來到深圳參加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且表示自己會全力支持中國辦好這次會議。表面上看呢，就是一般的外交客套話，但是呢，其中所蘊含的信息卻不能小覷。由於外界呢普遍認為中俄兩國領導人都會出席此次峰會。那麼因此啊，今年下半年的政治中心就會轉移到深圳來。那麼目前整個會議當中啊，唯一不確定的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否會出現。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5月19號到20號呢，普京呢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在此期間，兩國之間取得了豐碩的合作成果。那一共呢簽署了42項的合作協議，涉及到像教育、能源、基礎設施等等各個領域啊，並且呢還共同發表了關於促進世界多极化以及新型國際關係的這個發展聯合宣言。那之後呢，我們看到這個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佩斯科夫啊就表示說，不排除啊普京在參加 APEC 會議的時候同美國總統會面的這種可能性。那俄方的助手烏沙科夫呢，又把時間範圍具體到11月18號和19號2天之內。不難發現，俄羅斯呢比所有的 APEC 成員國都早宣布參加，並且發出合作的信息。這既是對這個東道主的一種公開的政治支持，也是出於自身的戰略考慮而進行的一個主動部署。自俄烏這個戰爭爆發以來呢，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這種制裁已經超過了20輪了。那麼在外部封鎖的這種壓力之下，俄羅斯對於亞洲市場的這種依賴程度啊，以及呢對中国戰略支點的这種依賴程度都在不斷的上升。從能源出口結構不斷的向東轉移，到中方呢把對俄的免簽政策延長到2027年底，中俄之間的雙邊合作已經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一些政治表態了，而是落實到了具体的制度化的合作当中去。那麼此次呢，高調宣布參加深圳的 APEC 會議，就是俄羅斯呀在給全世界發出的一個明確的信息：國家的戰略中心已經開始向東偏移。俄羅斯的一系列的行為都在給美國帶來這種實際的外交壓力。根據日程安排，在11月18號到19號舉行的深圳的這個 APEC 的峰會上，如果美國總統不參加，那麼中俄兩國就會成為這次亞太最高級別的會議的這種主要的參與者。而美國多年來呢，在亞太地區呢制定這種經濟的規則、控制輿論敘述的話語權將會受到嚴重的打擊。那麼去年呢，在韓國的慶州舉行的 APEC 的會議上，美國總統呢提前離開了會場，並沒有參加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這種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們說今年再不出現的話，連續2屆 APEC 峰會都沒有出席所造成的那種政治影響之大恐怕將令美國無法接受。那麼實際上呢，這個在今年5月份中美雙方進行的這個互動當中，可以發現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有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那麼5月13號到15號呢，美国總統特朗普呢來到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在人民大會堂呢同這個中方領導人舉行了正式會談之後，在中南海又同中方領導人進行了這個小範圍深層次的交流，把目前的中美之間的这種關係重新定義為一種建設性的戰略穩定的關係。那這次這個來華訪問，美國方面呢帶去了很多商界人士簽訂了許多的經濟合作的協議。比如說，像波音飛機訂購了200架的飛機這個英偉達公司的 H200芯片可以向中國出口等等。另外中美这個雙方也確定了建立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2個這個合作平台，並且呢 APEC 包括 G20等國際會議當中呢這個互相的協作，共同發聲。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目前美國對華策略已經不再是一味的全面施壓，而是把自身的經濟利益放在首位，並採取這種務實博弈的方式。那麼在關稅方面呢，在2025年的11月，中美雙方達成了一致意見之後，对等關稅暫停1年，那只對對方徵收基礎的稅率的10%而不再徵收24%的這個對等的關稅。貿易休戰的狀態呢，將會在2026年的11月10號結束，這個時間點正好和深圳的 APEC 峰會相吻合。那麼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邊呢，一些重要的時間點它會重合在一起，
所以11月份就成為了中美關係的一次大考。你看，第一個11月3號，美國中期選舉的投票日，目前的共和黨在參眾兩院呢都只有1票之差的優勢，所有的435個眾議院議席以及35個參議院的席位都會進行重新的選舉。那我們試想，如果選情不妙，眾議院翻盤的話，那麼在任期的後半段裡邊，美國政府領導人將會處於這個立法權被對手政黨掌握的狀況之下。那對於中國的關係而言，靈活性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是吧？無論是繼續簽署貿易協定，還是推出新的這種合作的計劃，那都需要更多的國內政治上的這種讓步。恐怕現階段在兩黨撕裂的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很難達到。那第二個就是11月10號的關稅休戰結束。今年的2月份的時候呢，美國最高法院以6-3的比例判定這個 IEEPA 不能成為全部關稅的這個法律依據。這個決定就等於把白宮手中最重要的關稅武器給取消了。那麼之後呢，白宮又援引了這個1974年的貿易法第122條來加徵替代關稅但是該條款有一個硬性的上限，也就是稅率不超過15%，並且只能持續150天。我們換句話說，也就是說呢，這個華盛頓呢用關稅換讓步的籌碼變小了。在續約談判當中，中方呢可以爭取到的空間要比1年之前說實話大得多。那麼第三個就是台海問題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重要的变量。在5月份的會談裡邊呢，中方已經表明了台灣問題就是中美關係當中最核心的問題。在軍售問題上暫停並不是取消，如果再被重新激活的話，那麼戰略互信就會受到直接的影響。所以目前呢，中美之間的穩定這個局面其實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當然階段性的穩定也比這個不穩定對峙要強。美国國內的鷹派勢力並沒有消停，對華強硬依然是兩黨的少數共識之一。所以目前務實的態度就是形勢所迫，即司法判決限制了這個關稅權利，財政赤字不斷增大，中期選舉臨近，而並非是路線上的根本改變。11月的深圳並不是一場普通的区域經濟會議，在這裡呢可以看作是大國關係的一個十字路口。來的人誰呀？不來的人又是誰呀？來的時候談些什麼呢？都會影響到接下来，是吧？至少半年裡邊國際形勢的發展。那对於中國來說，主場優勢擺在那兒，真正要面對的是華盛頓。好，感謝收看這次的协肥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同時呢將視頻轉發分享出去，讓更多的朋友看到。我們下期節目再見。